董事长，给少爷准备江景别墅20亿资金、黑卡和股权文件，这些见面礼都准备好了。好，只要我儿子通过考验，这些礼物第一时间转到我儿子名下。老陈，我们都20年没见儿子了，干嘛还要考验？我们飞跃集团资产万亿，而且这么多年没见咱们儿子，不清楚儿子品德，认亲之前必须先考验一下儿子的人品。好，怎么考验？我自有办法。天宇哥，你说陈凡那个傻子不会发现咱们的关系吧？当然不会。再说了，那家伙无父无母，连个靠山都没有，就是发现了又怎样？那等我把他最后的存款搞到手，就直接把他甩了。不然呢？难道你真打算跟陈凡这种穷鬼结婚？不过嘛，我喜欢的就是你这种身份的刺激感。哎呀，天宇哥，你坏！梦瑶，大白天的，你怎么从里面把门锁上了？我男闺蜜来了，我想要和他说说话，不行啊？你就是陈凡吧？你好，我叫赵天宇，是梦瑶的朋友。梦瑶，我省吃俭用半年，用兼职的工资给你买了一条项链，喜欢吗？还行吧。对了，陈凡，我爸妈说了，想要结婚，彩礼必须再加10万。再加10万？不是说好了20万吗？那我不管，而且我弟弟要买车，如果不再加10万，我妈说咱们的婚礼办不了。我想想办法吧。对了，你记得准备好酒店包厢，我妈说商量一下，结婚前双方家长见个面。我是孤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孤儿怎么了？就是因为你是孤儿，陈凡，你才更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就你这种无父无母的孤儿，也就我能看得上你。梦瑶说的没错，陈凡，不就是10万彩礼吗？这你不会都拿不出来吧？好，以后我会多打一份工，尽量将10万块凑齐。对了，虽然咱们还没结婚，但是你的工资现在要交给我保管，还有你手中的存款，我这都是为你好。儿子，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们是？我们是你失散20年的父母啊！我父母？你看，这是你小时候拍的照片，那时候你才3岁。这照片我也有一张。你们真是我爸妈？什么爸妈？陈凡，你刚才还说你是个孤儿呢，这俩人从哪儿蹦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早就忘记父母长什么样子了，我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儿子，只要你让我们进门，不嫌弃爸妈带的东西，这第一个考验你就算通过了。儿子，看到这么贫穷的爸妈，你会不会嫌弃我们呢？你们先别进来。儿子这是看不起我们这副样子。哎，这孩子连第一道考验都没通过，看来啊，之前准备的江景别墅、黑卡还有公司股份是没有拿上来的必要了。等等，我的意思是，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不知道你们现在做什么工作，咱们总要先彼此了解一下。对，你看，一激动都忘了介绍了。我叫陈天雄，你妈叫周婉，我和你妈可是飞跃集团。对，我们在飞跃集团工作，你爸做保安，我做保洁。你妈说的对，你爸我在飞跃集团做保安，1个月2000块钱呢。儿子，你不会嫌弃我们吧？飞跃集团？爸妈，你们在飞跃集团工作？对了，这是我和你爸从乡下给你带来的花生和蘑菇，施的都是自家的肥。来，快拿着。儿子，只要你收下这些东西，通过爸的考验，整个飞跃集团就全都是你的。陈凡，不能让他们进门，谁知道他们是不是骗子？哦，对了，爸妈，这是我女朋友刘梦瑶。一个保洁，一个保安，以后连退休金都没有，谁会认你们这种爸妈？陈凡，这就是你亲爸亲妈，没钱没权，还送这么寒酸的东西，以后还要给他们养老，你不会真认他们吧？儿子，你这是干什么？老陈，儿子这是嫌咱们的东西脏，连家门都不肯让进啊！陈凡干得好，这种从穷山沟里带来的破烂，不知道沾了多少鸡屎牛粪，放在家里都嫌晦气。干什么？这些垃圾，难道你还想留着当宝贝不成？我们走，这样的儿子不要也罢。
爸妈，你们去哪儿？我们来找儿子，结果儿子把我们的心意当垃圾扔在地上，难道还留在这里丢人现眼吗？爸妈，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糟蹋你们的心意了？可儿子，你把这些东西扔在地上，我只是想要在这里收拾一下这里面的烂叶子，还有小石子。要是直接倒进家里的洗菜盆，清理起来多麻烦。原来是这样，是爸妈误会你了，儿子。对对，是爸妈误会你了。陈凡，你什么意思？好了，正好晚上没买什么菜，我把这些蘑菇和花生收拾一下，亲自下厨给你们做顿好吃的。儿子，你真的愿意让我们进去？爸妈，你们说什么呢？你们费尽千辛万苦来找我，我怎么可能不让你们进门？梦阳，快去倒茶，今天我亲自下厨，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陈凡，你想让我给你这对穷爸妈倒茶，你别做梦了。爸妈，你们先进来吧。哎，好好。咱们刚才是误会儿子了，等到咱们告诉儿子身份后，再拿出20亿给咱们儿子当做补偿。只是咱儿子的这个女朋友看起来不太好相处，也不知道亲家那边怎么样。是有点配不上咱儿子，不过只要儿子喜欢，知道孝顺父母，以后飞跃集团就都给他们。路上累了吧？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去做饭，也让儿子好好了解一下你们。儿子，有些话我想告诉你。其实哎，我先去做饭，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聊。站住，陈凡！今天你要是敢留这两个乞丐吃饭，我就不跟你结婚。刘梦瑶，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两人穿成这样，就算是你的亲生父母，第一次见面就带这些东西，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被我戳到痛处了吗？拎着2袋子破烂就敢来认儿子？陈凡，你自己说。爸妈，这第一次见面，你们带这样的东西确实不合适。你说什么？老陈，咱们儿子刚才不会是装的吧？难道他真的嫌弃咱们？你说我和你妈带的东西不合适，那你说你想要什么？房子、车子还是钱？老陈，你……如果儿子真的狮子大开口、贪得无厌的话，那咱们就走，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我的意思是，既然带了蘑菇，那怎么能不带一只乡下的土鸡呢？这样我就可以给你们做土鸡炖蘑菇了。好，好，好，是我和你妈考虑不周。陈凡，今天你是铁了心准备留下他们是吧？好，没有我，看谁还能看上你这种穷光蛋！赶紧的，咱们儿子没什么问题，快点告诉儿子咱们的身份吧。好，我这就让张助理他们上来，告诉儿子咱们的身份。陈凡哥，听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终究还是没缘分走到一起吗？女儿啊，你这年纪也不小了，家里给你安排了一门婚事，你看什么时候回来看看？爸，我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想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女儿，你不会是亲自去找那个叫陈凡的臭小子了吧？爸，我这辈子只会和陈凡哥结婚，我从大学时期就喜欢他，无论他是什么身份，也不管他现在什么处境。好，既然你决定了，那老爸支持你。陈凡哥，你肯定会明白，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儿子啊，其实爸妈有事瞒着你。其实啊，我们是……妈，你们可算来了！陈凡和他爸妈都欺负我。刘梦瑶，你胡说什么？陈凡哪来的爸妈？就是那两个穿着穷酸的老乞丐，哪儿蹦出来的两个老东西？赶紧拿着你们的破烂滚蛋！够了！如果你们对我爸妈这个态度的话，那我看，也确实是没有结婚的必要了。我儿子说的没错，这婚不结也好，就你们家这种条件和人品，还没资格成为我陈家的亲家。儿子，他们失去你是他们的损失。还真是喜欢说大话。你们两个穿的跟乞丐似的，
谁给你们的勇气这么说话的？陈凡，你说什么？你真的要反悔？刘梦瑶，是我眼瞎，现在才看清你的为人。这婚可以不结，但是陈凡，你必须赔我女儿青春损失费，还有你那20万彩礼，我们绝对不退。没错，彩礼钱绝对不退。还有，离婚分一半，哪怕你和我姐还没结婚，你的钱也要分一半给我姐。好，我替儿子做决定，那些东西全都给你们，我们一个子儿都不要。爸，那些东西可是……儿子，听你爸的，那些东西咱们不要了，就当是破烂，留给这些人吧。不行，光是这些东西可不够，还有这套房子。之前我一直都是住在这里，我对房子有感情。刘梦瑶，你别太过分，这房子是我买的，凭什么给你？凭什么？你说凭什么？我女儿的青春不是钱，只要这房子还算便宜你了，知道吗？哼！没错，陈凡，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哼，好，这房子给你们，你们还有什么要求，不妨全部说出来，我都满足你们。爸，你说什么呢？钱没了我可以继续挣，可是房子没了，咱们今天住哪儿去啊？呸！装什么大尾巴狼，还不是穷光蛋一个。我说老头，这房子是陈凡的，你说了算吗？当然算，区区一个不到50平的小房子罢了，我陈家还给得起。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彩礼不退，你的房子也归我。这下好了，爸妈，咱们今晚连个住的地方可能都没有。儿子，一个房子算什么？爸妈其实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现在也是时候告诉你了。没错，儿子，现在是时候告诉你爸妈的真实身份了。老陈，现在是时候告诉咱们儿子我们的身份了吧？我现在就让人把我们准备的礼物送上来，带咱们儿子回家。好，老陈，你现在告诉张助理，让他给儿子账户上先打10亿。爸妈，你刚才说的大礼是什么？那些破烂就给他们吧。儿子，现在爸妈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没错，儿子，爸妈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其实啊，这里我们是……发生了什么？清雪，你怎么来了？苏清雪，你来做什么？听说陈凡哥马上要结婚了，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你们这是在吵架？结婚？谁要和陈凡这个废物结婚？他也配？真的吗，陈凡哥？你真的不和刘梦瑶结婚了？没错，这是我爸妈，我不能因为结婚，连费尽千辛万苦找到我的爸妈都不要。爸妈？陈凡哥找到了爸妈，那岂不是说我接下来只要搞定叔叔阿姨就可以了？陈凡，就你这爸妈，他们能给你什么？带出去都嫌丢人。就是，天宇哥家里可是做房地产的，以后你就跟你那2个乞丐爸妈过穷日子去吧。做房地产的赵家，圈子里有这么个集团吗？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个没什么名号的小企业。今天的事情是你们算计好的？没错，我告诉你，刘梦瑶这个女人早就被我拿下了。所谓的婚礼，你一开始就结不成。刘梦瑶，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跟这家伙勾搭在一起。你胡说什么？我和天宇哥是朋友，今天你搞出了这样的事情，天宇哥是来帮我的。陈凡，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你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情，你陈哥再赏你一嘴巴。好，陈凡哥打得好。不愧是我陈天雄的儿子，这才是我陈家合格的继承人。儿子手没事吧？这种人打他都是脏了咱们的手。没事吗？只是今天让你们受委屈了。这小子有骨气，心中还有一股硬气，就是不憋着还能不被女人迷惑，好样的！陈凡哥好像变了好多啊，不过这样的陈凡哥好像更帅了。陈凡，你胆大包天，你居然敢对赵少爷动手，你就不怕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吗？陈凡，我没想到你这么小肚鸡肠，只是因为天宇哥哥帮我说话，你就对他动手，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天宇哥，这是陈凡的问题，和我们刘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陈凡，你有种！你不是在意这对乞丐父母吗？我偏要你不如意。赵天宇，有什么手段冲着我来，动别人家人算什么男人？小伙子，说话不要太气盛。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哈哈哈哈！不气盛还是年轻人吗？老头，我管你是谁，你算哪根葱，在这里装大尾巴狼？赵天宇，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就是，赵少爷可是天宇地产的继承人，你算哪根葱啊？老头儿，我劝你赶紧带着你儿子滚蛋，别在这惹赵少爷生气。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太过分了！过分？我们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苏清雪，你要替这个穷光蛋出头？陈凡是我同学，他的人品我信得过，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哟，苏清雪，你不会是看上这个穷光蛋了吧？我喜欢陈凡哥又怎么样？你管得着吗？清雪，谢谢你，但是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别掺和了。不行，我不能看着他们这么欺负你和叔叔阿姨。苏清雪是吧？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不然连你一起收拾。你敢动他一下试试？刘梦瑶，我再问一遍，你确定不愿做我陈家的儿媳妇？我当然确定，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就你们这种穷光蛋，谁愿意嫁到你们家，我都可以给你们磕头道歉。我愿意嫁给陈凡哥。苏清雪，你说什么呢？你说你愿意嫁给陈凡，这个月薪3000的穷光蛋？没错，我就是愿意嫁给陈凡哥。之前只是因为陈凡哥和你的关系，所以我才没有表明心意。苏清雪，你真是饿了，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陈凡哥善良有责任感，我相信他一定会靠自己拼出属于自己的事业和未来的。刘梦瑶，如果你敢对清雪动手，今天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说美女，你眼睛没事吧？就陈凡这种穷光蛋，还有一对这样的奇葩父母，你确定要嫁给他？当然，我喜欢陈凡哥，在我看来，倒是你这种人更像是奇葩才对。你敢这么和我说话？你知道我家里是做什么的吗？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爸是谁？难道你妈没告诉过你吗？好，儿子啊，这才是不爱慕虚荣，能和你过日子的好女孩。没错，这个儿媳妇我认定了。爸妈，你们说什么呢？清雪只是帮我说话，而且我根本没什么准备啊。两个老家伙还在白日做梦呢。告诉你们，得罪了我，今后在这个城市，我让你们寸步难行，讨饭都没地方。倒是差点把你给忘了。你说的没错，那个什么天宇地产确实没有在这个城市存在的必要了。老家伙，吹牛不打草稿，你知道天宇地产有多少资产吗？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老爸，你要快点过来啊！你女儿的终身幸福可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怎么，你刚才不会是喊人的吧？你能叫来什么人？一群乞丐吗？董事长好，总裁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董事长，这老家伙是哪来的董事长？爸，他们叫你什么？董事长？儿子，对不起，这就是爸妈告诉你的惊喜。儿子，其实我们不是保安和清洁。老头，你到底是谁？我叫陈天雄，我想你们都听说过飞跃集团的大名，而我就是飞跃集团的董事长。你说你是谁？那位可是国内首富，你装也要装像点好不好？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穿个破老头衫还敢装董事长，还真是差点就被你唬住。我看呢，这老头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花钱请的群演。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够了，没心思在这里跟你们浪费时间。老头，我的耐心耗尽了。赵天宇，有什么事冲我来，别碰我爸妈和清雪。冲你来？好啊，你打了我一拳，还扇了我一巴掌，这笔账怎么算？没错，医药费、精神损失费加起来至少10万，少1分都不行。老子就不信你们这些群演敢动手！来啊，老子是赵家大少爷，你们敢动老子一下试试？赵家大少爷，好大的威风！
我刚才说了，那个天宇地产以后没必要存在了。本大少的帮手来了，老家伙敢威胁我，今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天宇哥，还有苏清雪，今天帮陈凡说话的一个都不能放过。是谁说话那么大口气，说不放过我女儿啊？爸，你终于来了。我要是再不来，今天我女儿就要被一群无赖欺负了。你呀你，我就知道你今天急急忙忙出门，肯定有事情瞒着我。陈凡，别虚张声势了，你最好给天宇低头道歉，不然今天谁也保不住你。白日做梦。行，那我今天就把你家砸了，信不信？看你和这些群演能不能护住你这对穷鬼爸妈！给我砸！敢欺负我女儿，把她家砸个稀巴烂，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我看谁敢动！这里有你什么事儿？苏清雪老爸对吧？滚一边去！你们欺负我女儿，还想在我面前动手，胆子不小啊！老头，你又算哪根葱？不就是10万块钱吗？我给。这里是20万，10万是赔你的医药费，另外10万是我替我女儿打的。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欺负我苏建国的女儿，这一巴掌还是轻的，下次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你们真不知道我老爸是谁？我老爸可是赵天龙，我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天宇地产，你是赵天龙的儿子，那太好了，记住，我是苏氏集团苏建国，打的就是他儿子。苏氏集团，清雪，你爸是苏氏集团董事长？不是啊，我爸他不是苏氏集团董事长。我就说嘛，你怎么可能和苏氏集团扯上关系？上大学的时候，你和陈凡在一起发传单，你爸要是苏氏集团董事长，能让你干这种活？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刚才拿支票的镜头装的挺像，原来和陈凡他爹一样，都是2个装货。我爸不是董事长，而是总裁，我妈才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什么？清雪，你爸真就是那个本地最大的建材集团苏氏集团的总裁？你还好意思说？当年我和你妈让你毕业就回公司，你非要自力更生，跟这小子打零工，图什么？哎呀，爸，我那不是事出有因吗？我就纳闷了，你放着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当，非要风吹日晒，就是为了你身边这个臭小子吧？没想到清雪这孩子居然是苏氏集团的千金，这孩子这下子能配得上咱们儿子了。有意思，这下更有意思了。苏氏集团好像有那么一丝印象。苏氏集团总裁，这不可能！叔叔您误会了，我和清雪只是……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陈凡，我的男朋友，这是陈凡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人特别好。清雪，我已经决定了，以后要和陈凡结婚。结婚？女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婚姻不是儿戏，怎么能这么草率？清雪这孩子真不错，敢做敢当，还这么护着咱们儿子。就是他父亲好像有点势利眼，看样子不会同意。我看啊，咱们先别急着暴露身份，再观察观察，看看苏家人的品性。爸，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陈凡善良有责任心，反正我认定他了。这么大的排场，这些人是……哦，这不是我们刚找到儿子吗？就想着壮壮生丑，他们都是我们乡下的亲戚，冲牌面的。陈哥，俺们今天就不在这里吃饭了，老家的麦子还没收呢。好，好，好，今天谢谢你们，就不留你们吃饭了。天宇哥，算了，苏清雪老爸是苏氏集团总裁，我们先走吧，他们人多。是啊，天宇，我们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陈凡，今天有苏总在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给我等着，这笔账我迟早会算回来的。爸，你还没说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之前明明还说支持我的。哎呀，你看女儿，你误会了不是？误会？爸，你不是说……我的意思是，小伙子不错，不过结婚这件事情必须要问一下你妈妈。我对这个女婿是很满意的。你的意思是，不嫌弃我们的身份？什么身份不身份的？苏家不看重这些，你们就是亲家吧？
一会儿我做东，咱们去最好的酒店吃饭。那个亲家，你真不介意我们夫妻的身份？我们陈家可比不上你们苏家。哎，我欣赏的是陈凡这孩子，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对对对，以后都是一家人。对了，亲家，刚才我在楼下见到几辆豪车，那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刚刚和儿子相见吗？我就想着多花些钱撑撑场上，误会都是误会。是啊，那些车都是租来的，我们就是不想在儿子面前丢面。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两家人今天好好聚一聚。老陈，刚才那些人还有那什么天宇地产，得罪了我陈天雄的儿子，还想要全身而退，那些钱不是那么容易拿的。妈的，今天这巴掌我记住了。陈凡还有他那对穷鬼父母，我不会放过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租了几辆破车撑场面吗？陈凡那对穷父母一看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租这么多车，指不定花光了他们一辈子的积蓄。等回头钱花完了，我看他们还怎么装。走，咱们吃饭去，别让不相干的人坏了心情。神奇什么？不就是个苏氏集团吗？明白，董事长。呸！什么东西？一群乡下土狗，连车子都是租的，还好意思在我面前装？我看他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就是，等他们把租来的钱花光了，陈凡还是那个月薪3000的穷光蛋，苏清雪迟早会后悔的。几位，刚才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你们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们，别乱来啊！老陈，你看这个亲家还真不错，一点都不嫌贫爱富，也没嫌弃咱们这身打扮。人品确实还行，虽然这酒店小了点，装修也一般，但看得出来是用了心的。别乱说，小心露馅。咱们还不知道那个亲家母的态度呢。我看呢，咱们亲家公性格不错，亲家母想必也差不哪里去。咱们儿子啊，这下子算是真的找到良配了。亲家，快进来吧，我早就订好了楼上最好的包厢，清雪他妈已经到了，正等着见两位亲家呢。好啊好啊，这里虽然小了点儿，但看起来还行，挺干净的。亲家，你这是怎么了？我的意思是，我年轻的时候在咱们海都市最好的酒店做过保安，见惯了大场面，觉得这里跟那些大酒店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没想到亲家还有这经历。走，咱们先进去，边吃边聊。别紧张，我爸妈人很好的，就是我妈可能有点奇怪。一会儿不管你遇到什么，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看，咱们儿子有福气，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是啊，就是不知道清雪她妈妈好不好相处。清雪，这位是看着好严肃啊。这就是我妈妈李梅，她性格有点强势，说话直来直去。等会儿不管她说什么，你都别往心里去。放心吧，我知道阿姨是为了你好，我不会介意的。您就是清雪妈妈吧？我是陈凡的妈妈周婉，这是他爸爸陈天雄。是啊，亲家母，麻烦您久等了。你就是那个让清雪一直魂不守肾，连家都不回的小子。阿姨您好，我是陈凡。妈，你今天可千万别作妖啊！陈凡爸妈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我这不是给你试试这小子的心意吗？放心，我心中有数。苏建国，你看看你办的好事儿啊！我怎么了？看看你们一个个像什么样子！老婆，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怎么了？老陈，亲家母真是嫌弃我们。
苏兄弟，你给我说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诚心诚意来见亲家，就是这个待遇？亲家，你别生气，李梅她就是这个脾气，说话直，咱们肯定有误会。齐雪，这是怎么了？阿姨是不是不欢迎我？别说话，你看下去就知道了。我妈就这样，每次都这样。我是说你，咱们亲家第一次见面，你怎么不记得给亲家准备一身衣服？你说你像话吗？哎呀，我这不是着急忘记了吗？咱们先进去，我给你解释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陈凡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家清雪从小到大从来没谈过男朋友，追她的人从公司门口排到街尾，她一个都看不上。哎呀妈，你说这些干什么？这次他这么坚定地选择你，铁了心要跟你在一起，说明他是真的喜欢你，喜欢到骨子里了。阿姨，我知道，我保证，我一定不会辜负清雪的。这可是你保证的，你要是敢辜负我们家清雪，敢让她受一点委屈，我可饶不了你。阿姨您放心，我陈凡对天发誓，这辈子只会对清雪一个人好。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刚才的事情你可别往心里去。亲家公、亲家母，真是不好意思，刚才让你们见笑了。快请进，包厢里都准备好了，咱们边吃边聊。没事没事，我们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是啊，都是为孩子们好，理解，我们都理解。小子，算你过关了。亲家母，别客气，尝尝这个桂花糕，是这家酒店的招牌。谢谢亲家母，你也吃。你别说，这个亲家母还真有威严。刚才在门口那一下，连我都被唬住了。可不是吗？刚才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以为他真的嫌弃咱们呢。不过也能理解，父母爱自己的孩子，自然要为他们考虑深远。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是啊，咱们瞒着自己的身份，不也是为了儿子好吗？就怕他知道了咱们首富的身份，变得浮躁，走了歪路。其实啊，之前发生的事情，建国跟我说了，赵家那一家子是什么德行，我也清楚。陈凡这孩子能在那种情况下还护着你们，人品绝对没问题，我很满意。谢谢阿姨。以后都是一家人了。等你和清雪结婚之后，你爸妈也搬到我们家旁边，到时候都在一起，正好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是啊，亲家，搬过来都住在附近，互相也有个照应。亲家，怎么了？是菜不合胃口吗？爸，您怎么了？其实有件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必须在这里提一下，是关于我的身份的。爸，你又来了。上次在家找了一群工友颜保镖，说自己是董事长，现在不会又要再来一遍吧？你个臭小子，就知道拆你老子的台！飞跃集团，老苏，好好的提这个干什么？哼，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飞跃集团。亲家，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飞跃集团？我们苏氏集团做建材生意10几年了，一直稳当。结果半年前，飞跃集团突然把全市所有的建材订单都给了天宇地产。这我也不知道。唉，这件事情和陈兄你没干系，就因为飞跃集团，我们苏氏集团一下子丢了大半的生意。要不是我到处找关系，现在苏氏集团早就破产了。爸，都过去的事儿了，就别再提了。也是，这些不必再提了，反正都过去了。对，这件事情不必再提，说不准呢，这件事情是飞跃集团那边的战略部的决定呢。对了，亲家，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关于你的身份的事儿。嗨，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刚才就是想跟你们说，我其实不是什么保安，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种地农民，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对对对，我们俩就是从乡下过来的，本来想着在城里找个活干，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农民怎么了？农民最实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在乡下待过，知道种地不容易。是啊，亲家，我们根本不在意什么身份，只要2个孩子相互喜欢，能好好过日子就行。爸妈，你们的身份还真是百变，不过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好险，没想到咱们飞跃集团居然还和苏氏集团有这样的瓜葛，差点就露馅了。可不是吗？还好找补得快，看来咱们身份的事情只能暂时瞒着2个亲家了。身份的事儿可以先放一放，但是天宇地产必须快刀斩乱麻，敢抢苏氏集团的订单，还敢欺负我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没错，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然他们还真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他们了。天宇哥，你慢点喝，小心疼。怎么回事？谁把你打成这样的？爸，你可算回来了！是陈凡，还有苏氏集团的苏建国，他们打我啊！爸，苏建国，还有那个什么陈凡是谁？爸，不要放过陈凡那一家子，还有苏清雪和他那个爹苏建国，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是啊，赵叔叔，天宇哥被他们欺负得太惨了，你一定要为天宇哥做主啊！放心吧，儿子，这件事情不用你操心，我会全权解决。敢动我赵天龙的儿子，苏氏集团也不行。让你查的那个叫陈凡的，还有他那对爸妈，查到什么来头了吗？赵总，我们查遍了所有系统，陈凡的资料很普通，就是个孤儿，之前一直在工地打零工，但是他父母的资料一片空白，什么都查不到。一片空白？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社保记录，就像是凭空出现的2个人。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搞了半天就是2个不知道从哪个山沟里跑出来的土包子，连社保都没有，不是乞丐是什么？是，赵总说的对。另外，我们查到苏建国带着陈凡一家现在正在辉煌大酒店吃饭。辉煌大酒店，正好我亲自去会会他们，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土包子敢动我赵天龙的儿子。走，去辉煌大酒店。亲家，刚才你说的天宇地产抢订单的事，就交给我来搞定吧。不出3天，我保证他们再也不敢找苏氏集团的麻烦。亲家，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真的不用。天宇地产虽然不地道，但赵天龙在本地混了这么多年，还是有点势力。有势力？哼，不过是一个靠着吃飞跃集团残羹湿饭发展起来的公司。只要我一个电话，哎呦！亲家，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喝多了。其实做生意的最讲究和气生财，千万不能犯法。我知道亲家有一些兄弟，但为了这点事儿不值得。是啊，亲家，赵天龙那个人心狠手辣，咱们别跟他一般见识。苏兄，你放心，我肯定用合法的手段。我看看是谁说话这么大口气，居然说搞定天宇地产。我倒是谁口气这么大呢？原来是苏总啊，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不怕被别人笑掉大牙。赵天龙，这里不欢迎你，出去！老东西，你就是那个陈凡的爹，刚才说要搞定我天宇地产的就是你。
是我说的，怎么有问题？就是你打了我儿子赵天宇是吧？是我，不过是你儿子先闹事，是他先做错了事，所以被揍活该。做错了事，我儿子挨了打，这笔账就得算在你头上。果然有什么样的儿子就有什么样的爹，一样的蛮不讲理，一样的嚣张跋扈。小子，你倒是有种，不过我告诉你，今天你得罪了我赵家，别说你这两个没根没底儿的爹妈，就算是苏氏集团，今天也护不住你。你都一把年纪了，好歹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居然带着人上门欺负一个孩子，传出去不怕别人笑话吗？赵天龙，陈凡是我苏家未来的女婿，你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就是和我苏氏集团不死不休。不死不休，苏建国，你不会真以为我怕你？你还有你这个老东西，刚才不是说要搞定我天宇地产吗？我现在就站在这里，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做。你知道我是谁吗？哼，知道，不就是个乞丐吗？怎么，你不会是短剧看多了，以为自己是世界首富，隐藏身份体验穷人生活的吧？你太嚣张了！这里是海都市，不是你赵家一手遮天的地方。我嚣张？苏建国，我早就看你们苏氏集团不顺眼了。你知道天宇地产背后站着的是谁吗？哦，那你倒是说说，天宇地产背后靠的是谁？我告诉你们，天宇地产背后是飞跃集团。飞跃集团？又是飞跃集团？之前亲家就说天宇地产抢走他们生意的事儿，现在看来，这家伙是在狐假虎威。没错，飞跃集团什么时候给这种人做过靠山？扯虎皮拉大旗，倒是好手段。我让人通知海都市的行政长官，一个小小的天宇地产还没资格在这里殷殷狂飞。怕了吧？现在知道后悔了，晚了。飞跃集团那边可是亲口答应过我，会全力支持天宇地产的发展。哦，这么厉害？那我问你，你见过你口中的那位吗？老子当然见过，不仅见过，上个月我还在私人会所和飞跃董事长一起喝过酒呢。是吗？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爸，你说什么呢？你别冲动，咱们惹不起他们的。是啊，亲家，你可千万别乱来。这赵家背后的飞跃集团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国内首富的公司，绝对的巨无霸存在。是啊，别说咱们了，就是海城市行政长官都要对这种势力礼让3分。叔叔，如果天宇地产真的攀附上了飞跃集团，我们真的得罪不起。听见了吧？识相点儿，现在道歉，我或许还能放过你，不然的话，我让你们在海都市混不下去。别跟这种人废话，我已经通知了张助理，飞跃集团和天宇集团的合作马上就会全部中断。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你个老东西，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咱们谁是演的，马上就能证明了。你不是说天宇地产背靠飞跃集团吗？不用半个小时，大家就会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的，我立刻安排，保证半个小时内全部到位。王主事，我是飞跃集团最高助理张明，董事长现在正在辉煌大酒店，有紧急事务需要您派遣专人处理。飞跃集团，好，我现在想办法联系辉煌大酒店那边。就这个穿着像乞丐的老家伙，我刚才居然会感受到一丝压力。半个小时，老东西，演了这么久不累吗？苏建国，我索性跟你摊牌，飞跃集团总部那边早就已经点头同意了，
往后整个海都市的建材市场全部交由我天宇地产全权把控。你说什么？你们苏氏集团以后就乖乖等着被我天宇地产一点点蚕食，彻底吞并吧。不出1个月，我就让你们卷铺盖滚出海楼市建材行业。老苏，你没事吧？爸，你怎么了？装晕也没用。不过嘛，我可以给你们一次机会，半个小时，我倒要看看，半个小时之后，你们能搞出什么花样。你太嚣张了！你真觉得赵家可以在海州市一手遮天？没错，赵家就是可以一手遮天，一手遮天。很快海都市就不会有天宇地产这个公司了。王主事，咱们今天这是去哪儿啊？怎么这么着急？去辉煌大酒店。这次要见的人是咱们国内真正的大人物。大人物比天宇地产的赵总还有苏氏集团的苏总还大吗？萤火之光岂能与皓月争辉？别说一个天宇地产和一个苏氏集团，就是把海都市所有的企业加起来，也比不上对方的一根毛。难道是飞跃集团？那个国内巨无霸的飞跃集团？没错，飞跃集团的董事长向来神秘，极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次我想要亲自去看看，见见那位是何等人物。王主事，我立马加速。已经半个小时了，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低头道歉，不然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想让我们下跪，别做白日梦了。好，腰杆够硬，来人，去打断他的腿，我要让他一辈子都直不起腰。赵天龙，你真敢这么做？还愣着干什么？出了事情我担着，动手！先把这个老东西的腿给我打断！是。住手！谁敢在这里动手？不是说打个电话让张助理处理就行了吗？怎么这海都市的长官还亲自来了呢？我怎么知道？应该是张助理把咱们在这儿的消息告诉了他，他知道飞跃集团哪儿敢不来呀？那接下来怎么办？要是被他认出来，身份可就彻底瞒不住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实在躲不过去，那就只能承认了，反正早晚都要说。哎呦呦，王主事，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真是贵客啊，贵客！一会儿我亲自订个最好的包厢，开最好的酒，好好请您喝一杯。那两个人是谁？王主事，那就是两个不知所谓的老乞丐，还有他们那个儿子，不仅打了我儿子，还在这里口出狂言，一家子刁民。那边那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呢？赶快转过来！陈凡，你之前不是挺牛逼的吗？不是敢打我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我爸来了，我看今天谁还能护着你。就是陈凡，你现在让天宇哥揍你一顿，再自己扇自己几巴掌，不然等会有你好受的。王主事，这是犬子赵天宇，之前就是被陈凡这小子打的，脸上的伤还没好呢。爸，你一定要给我报仇，今天绝对不能放过他们。王主事在这里呢，胡说什么？
天宇，你别太过分了。上次是你先上门闹事，我才动的手。再胡说八道，我对你不客气。都给我闭嘴！我没工夫管你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王主事，今天您来这里是？我得到确切消息，飞跃集团的董事长现在就在这家辉煌大酒店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那位在哪个包厢？王主事，您说陈天雄董事长也在这里？我再说最后一遍，那边那两个立刻转过身来。怎么，不敢转过来？我看你们两个形迹可疑，难道是做了什么亏心事？爸妈，你们到底怎么了？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转过去让王主事看看怎么了？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儿子，你不懂，我们的身份绝对不能在这里暴露，不然会出大事的。出事？能出什么事啊？而且你们有什么身份？你们不就是普通的农民吗？就算被王主事看到，又能怎么样？我知道了，他们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说不定是逃犯，不然为什么不敢在王主事面前露脸？对，肯定是逃犯。王主事，你快把他们抓起来！我就说这一家子不对劲儿，原来都是坏人。王主事，我看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不然怎么会连脸都不敢露？亲家，要不你们就转过来吧，清者自清，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爸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们真的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好吧，既然你们非要看看不可，那我就满足你们。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你们千万不要表现得过于震惊。震惊？爸，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震惊？儿子，一会儿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要生气，也不要怪爸妈。爸妈做的这一切，真的都是为了你好。让你们转的是磨磨唧唧的，再不转过来让王主事看看，今天你们一家子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就是，不敢转就是心里有鬼。王主事，快把他们抓起来！既然你们这么想看，那就让你们好好看看。按理来说，你这个级别还没资格和我们这么说话。不过，我们今天就满足你这个要求。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搞了半天就是两个不知道哪来的穷鬼嘛，怪不得鬼鬼祟祟不敢见人，是怕自己这副穷酸样丢人现眼吗？你难道不认识我？赵总，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这说话怎么让人摸不着头脑？王主事，这两个人就是不知道从哪个山沟里蹦出来的土包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攀上了苏氏集团，在这里嚣张跋扈的不行。没错，他儿子陈凡就是个打零工的穷小子，骗了苏清雪不说，还动手打我。他们一家子都是无赖。原来是两个仗势欺人的东西。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靠着攀附权贵就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王主事，做事这么武断，有些不妥吧？你算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人家苏总好心收留你们，你们倒好，反过来给人家惹是生非。王主事，不是这样的。苏总，你不用替他们说话，我最清楚这种人的嘴脸。今天我帮你教训教训他们，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规矩。咱们之前一直行事低调，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国内见过咱们真人的人屈指可数。看来这个王主事根本就不认识咱们。不认识更好，这下不用担心在儿子面前暴露身份了。王主事，你先等等。苏总，你让开！今天我非好好教训教训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乞丐不可。王主事，您忘了您今天来是干什么的了吗？您不是要找飞跃集团的董事长吗？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一着急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是啊，王主事，先去见飞跃集团的那位才是正事。我说苏总啊，你这眼光也太差了。你这两个亲家穿得这么穷酸，真不知道你看上他们什么了。哼，我们人穷志不短，总比某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强。哎呀，爸，你少说两句。行了行了，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得赶紧去找那位大人物，耽误了大事可就麻烦了。哼，今天算你们走运，我要跟着王主事去找飞跃集团那位董事长。不过咱们的事情没完，等我见了那位，有你们好受的。陈凡，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就是，等赵家攀上飞跃集团的高枝，有你们倒霉的时候。哎呀，亲家，刚才可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王主事真的要对你动手呢。一群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想见飞跃集团的董事长，简直是白日做梦。亲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苏董，公司这边出了问题，账目上出现了几十亿的亏空。苏叔叔，出什么事了？爸，是不是公司出事了？建国，别慌，咱们是亲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问题说出来一起解决。集团那边刚刚来电话，我那个大哥瞒着我私自挪用公司资金，投了一个海外地产项目，结果血本无归，直接亏了几十亿。几十亿？大伯疯了吗？他这不是将苏氏集团推向绝路吗？现在苏氏集团的现金流彻底断了，银行那边又在催贷，要是3天之内凑不齐这笔钱，公司就要破产清算了。可是几十亿，我们上哪儿去凑这么多钱？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呢，不就是几十个亿吗？这件事我帮你解决。爸，你说什么呢？这可是几十亿，不是几十块，你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亲家，我知道你是好心，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笔钱数额太大了。喂，又怎么了？苏董，天大的好消息！刚刚飞跃集团总部突然发来了函文，说他们全面终止和天宇地产的所有合作，并且决定向我们苏氏集团注资100亿。你说什么？飞跃集团注资100亿？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苏董，资金已经到账了，银行那边也确认了。
亲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飞跃集团怎么会突然给我们注资100亿，还终止了和天宇地产的所有合作？你是怎么做到的？是啊，陈叔叔，这也太巧了。我们刚刚还在说天宇地产攀不上了飞跃集团，怎么转眼之间飞跃集团就撤了他们的资，反而来支持我们苏氏集团了？我知道了，肯定是刚才王主事和赵天龙不经意间得罪了那位大人物。赵天龙那个人嚣张跋扈惯了，肯定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惹得陈董事长生气，所以才会立刻撤了他们的资。对，肯定是这样，不然根本解释不通。飞跃集团那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给我们注资？真是老天有眼，那个赵天龙作恶多端，终于遭到报应了。陈叔叔，你也太厉害了吧！居然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怪不得刚才赵天龙放狠话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慌。你们说的没错，赵天龙那种人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就算真的攀上了飞跃集团，也迟早会被踢下来。我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么一天了。嗨，那不是以前不了解吗？现在看来，飞跃集团还是很有眼光的嘛，知道我们苏氏集团是潜力股。好了好了，天大的难事都解决了，咱们就别再说这些开心的了。我已经让家里的阿姨收拾好了房间，今晚就让陈凡和2位亲家一起搬过去住。搬过去住？对啊，咱们一家人住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这几天也正好好商量一下2个孩子的婚事。阿姨，这会不会太麻烦了？麻烦什么？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还说这些见外的话，就这么定了。好，就听亲家母的安排。我们老2口也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咱们的考研儿子都通过了，亲家一家人也都是好人。我看啊，现在就可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们了。不行，咱们瞒了儿子这么久，现在突然告诉他，他是飞跃集团的继承人，他肯定接受不了，说不定还会生我们的气。那怎么办？总不能一直瞒着吧？别急，咱们每人再多给儿子准备一份大礼，就当是给清雪这孩子的彩礼。后面咱们再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一切都告诉儿子。行，就按你说的办。不过这份彩礼得用一些合理的方式送到咱们儿子手里。没道理呀！明明是飞跃集团那位张助理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人就在这家酒店，怎么会找不到呢？难道是我弄错了包厢号？难道陈凡他爸真的是飞跃集团的董事长？你疯了吧？就陈凡那个穷鬼爸妈，穿得跟乞丐一样，怎么可能跟飞跃集团扯上关系？没错，肯定是飞跃集团那位董事长临时有急事儿，提前离开了，咱们运气不好，没赶上而已。这件事我会派人继续调查的。陈董事长难得来一次海都市，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喂，什么事儿？什么？苏氏集团的资金链真的出问题了？好，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爸，你说什么？
苏氏集团的资金链出问题了。没错，儿子，咱们的机会来了，用不了多久，整个海都市的建材市场就都是我们赵家的了。亲家，这里面就是苏家了。以后啊，我在这里买下一栋别墅，送给陈凡和青霞这2个孩子做婚房。不错不错，地段好，那些别墅也气派。咱们亲家都准备送给清雪和咱们儿子房子了，咱们俩也不能太小气。放心吧，我接下来送的东西一定会让亲家和儿子震惊不已，那可是天大的惊喜。一会儿等董事长过来，你们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演，演技一定要自然，千万别让任何人看出破绽，明白吗？放心吧，张柱，我们都是专业的，绝对不会演砸。王阿姨，哭的时候要真情实感，就像真的遇到了天大的急事一样。李老头，你晕倒的时候要自然，别硬邦邦的。张先生，您放心，我们保证演得跟真的一样。记住，一会儿陈董和周总裁会配合你们，你们只要按照剧本走就行。事成之后，每人酬劳翻倍。看到了吗？远处那栋就是我们家，旁边那栋空着的，过几天就买下来，重新装修一下，正好给你们当婚房。是啊，到时候装修成你们喜欢的风格，就当是清雪嫁妆的一部分了。苏叔叔，阿姨，这太破费了，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就是啊，爸，咱们以后住在一起不好吗？那怎么行？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怎么能委屈你们？就这么定了。哎呦！救命啊！有没有人啊？快来救救我吧！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们是刚搬进来的，刚才正在散步，我爸他突然就晕倒了，怎么叫都叫不醒。阿姨，您别急，我现在就叫救护车。不用叫救护车了，我能把这人救回来。爸，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赶紧让我叫救护车。儿子别着急，听你爸的。你爸年轻的时候在老家当过兽医，也学过一点中医，对付这种突发晕倒的情况还是有点经验的。亲家呀，不是我不信你，但这可不是小事，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咱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你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可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是啊，亲家，这别墅区里住的可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可就麻烦了。还是等救护车来吧，也不差这几分钟。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知道这人是怎么回事，不用救护车，10秒钟我就能把他救回来。10秒钟？爸，你开什么玩笑？多谢你救了我。
看吧，我就说10秒钟都不用。这就把人给救了，10秒钟都不到。我爸这么牛掰。陈叔叔，你也太厉害了吧！刚才那一招，难道就是电视里的点穴大法？怎么样？现在没事了吧？陈董，您刚才下手也太重了，戳得我胸口现在还疼呢。少废话，给我装得像一点。要是被我儿子和亲戚家看出来了，我饶不了你。这个月奖金别想要了。哎呀，我好了，我没事儿了，我现在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气，一口气能爬10楼。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出手相救，我爸今天就危险了。我们父女俩刚搬来这里，也没什么熟人，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阿姨不用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别客气，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这旁边的2栋独栋别墅，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送给你们了。价值上亿的灵湖别墅，还是2套，就这么直接送给我们了。这是别墅区中心的别墅，我之前问过，1栋就要1个亿，2栋就是2个亿啊！我的天，这家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救了个人就送2栋上亿的别墅！爸，你学的不是中医吗？刚才就这么随便点了2下，那人居然奇迹般的就好了，这也太离谱了吧！对啊，陈叔叔，这哪里是中医啊？这分明就是电视剧里的中华内功点穴大法，太酷了！怎么样，儿子，想不想学？以前你老爸我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可是学过不少本事，到时候都教给你。想，我太想了，老爸，这点2下就能点出来2套别墅的手段，简直就是神了，好不好？真是没想到啊，亲家，你原来这么深藏不露。刚才那一手，就是医院的专家来了也未必能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神奇的医术。是啊，亲家，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嗨，这算什么？以前在老家10里8乡，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不都是找我看？我一出手，保证药到病除。老陈，你别得意的太早，你的2栋破别墅送完了，我的礼物还没给呢。爸妈，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礼物啊？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在说，既然人家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改天也买点东西去登门拜访一下人家。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恩是恩，情是情，两者要分清楚。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嘛。没错，改天我们一起去。人家这么大方，我们也不能太寒酸了。前面董事长安排的别墅已经送出去了，这次是周总裁亲自准备的礼物，你们2个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绝对不能在最后出个乱子。张助理放心，我们可是科班出身的老演员，比上次那个只会蹦跶的老头专业多了。是啊，张特助，我们保证演得滴水不漏，连少爷一根头发丝都看不出来。很好，记住，一会儿周总裁会配合你们，礼物送的要自然，千万不能让少爷产生任何怀疑。事成之后，周总裁说了，每人3倍酬劳。谢谢周总裁，谢谢张助理，您就看我们的表演吧。好了，
准备就位，董事长他们马上就过来了。清雪，你看，这2栋别墅都是临湖的，视野也太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在院子里种满花，再搭一个秋千。到时候我们再养一只小狗，每天吃完饭就带着它在湖边散步。真是好人有好报啊！没想到亲家随手救了个人，居然能收到这么贵重的谢礼，这可比我准备的那栋别墅好多了。是啊，不过那家人也真是大方，2栋上亿的别墅，说送就送，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样，还是我的礼物够分量吧？你的礼物再贵重，还能比2栋别墅强。你就等着看吧，一会儿保证让你惊掉下巴。救命啊！有没有人啊？快来人啊！我奶奶掉湖里了！坏了，有个老太太掉到关上湖里了。帅哥，求求你救救我奶奶！我不会游泳，只要你能救她上来，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别慌，我这就下去救她。陈凡哥，小心点儿！儿子会不会游泳啊？万一出事怎么办？放心吧，儿子大学的时候还是游泳队的呢。再说了，这湖水最深的地方才刚刚到大腿根，能出什么事儿？你倒是早说啊，吓我一跳。陈帆哥，你没事吧？有没有呛到水？我没事，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咱们这个女婿，品行是真的没话说，遇到事儿第一个冲上去，为人善良又有担当。是啊，清雪的眼光确实不错，以后苏氏集团交给他，咱们也可以放心了。奶奶，您没事吧？要不要现在打电话叫救护车，送您去医院检查一下？不用不用，我就是刚才在湖边看鱼，脚下一滑，不小心掉下去了。多亏了你这个小伙子，不然我这条老命就没了。是啊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你救了我奶奶一命，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不用不用，谁遇到这种事都会出手帮忙的。那怎么行？救命之恩大于天，我们送你一份薄礼吧，你一定要收下。你送咱们儿子的是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看下去不就是了？肯定比你送的别墅好10倍。这是瑞国银行全球限量发行的至尊黑卡，里面有20亿现金，没有任何消费限制，全球通用。就当是我们对这次救命之恩的报答。多少？20亿！20亿！我没听错吧？我的天爷啊！救个人就送20亿，这比刚才那2栋别墅还要夸张。20亿，现在就给儿子这么多钱，这会不会太夸张了？怎么样？是不是比你的2栋破别墅强多了？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举手之劳而已，真的没必要，真的没必要拿这么多钱，你们快拿回去！这怎么能是举手之劳呢？这可是救命之恩，你要是不收，我们这辈子都良心不安。小伙子，这钱你必须收下，你要是不收，老太太我现在就再跳到湖里去。反正我这条命也是你救的，大不了再还给你。别，奶奶您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就是你要是实在不肯收钱，那我就以身相许报答你好了。陈凡哥救了你们，你们居然还打陈凡哥的主意，什么好事都让你们占了，他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了。好，我收下还不行吗？太好了，我们还有事，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们。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被人设局了呢？设局？谁会设这种局啊？白送你2栋别墅加20亿，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就是啊，儿子，你想多了，肯定是人家知恩图报，这都是你应得的。不对，今天这事有问题。儿子，你说什么呢？人家就是好心，而且救命之恩大于天，在人家眼里，20亿可比钱重要多了。就是啊，儿子，你就收下吧，毕竟你也不想人家真的以身相许吧？到时候清雪这孩子生气怎么办？陈凡哥，你不会真的想要那个女人以身相许吧？好，我收下还不行吗？真是服了你们！刚才救了老头，人家给了2套价值2个亿的别墅，现在救了个老太太，居然又给了20亿现金，这加起来都22亿了，比我们苏氏集团一整年的流水都多啊！陈凡这孩子，简直就是锦鲤附体啊！可能我真的就是运气好。二弟，你一定要救救我呀！这次只有你能救我了。大哥，你先站起来说，你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二弟，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苏家呀！我真不知道那个海外地产项目是个骗局。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大哥，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开始他们说的天花乱坠，说投进去1年就能翻3倍。我想着给苏氏集团多挣点钱，谁知道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大伯，那些钱有明确的资金流向吗？我鬼迷心窍，现在那边的负责人跑了，项目也烂尾了，钱1分都拿不回来了。那是几十亿，不是几十块，大哥，你难道不知道，那是我们苏氏集团全部的流动资金吗？我知道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苏家。你想要干什么？是我害了苏家，我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我愿意跳进湖里以死谢罪。大伯，不要！这水有点凉。
这位大伯是个人才来的。你还嫌不够丢人吗？你给我上来！行了，别站着了，大哥，你也不必太担心。之前公司突然少了几十亿，确实会伤筋动骨，甚至可能直接被破产清算。但是现在不会了。什么意思？二弟，你说什么？什么叫现在不会了？难道你还有别的办法？苏大伯，飞跃集团那边已经和苏氏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为苏氏集团注资100亿，公司的危机已经彻底解除了。100亿？飞跃集团，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顶级财团飞跃集团，他们怎么会给我们苏集团注资？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大伯，钱已经到账了。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情瞒着我们没说？大哥，亲家说的是真的，你还有事瞒着我们？我对不起大家，除了公司账上的几十亿流动资金，我还把自己手中持有的苏氏集团股份也一起抵押投进去了。大伯，你说什么？你把手中的苏氏集团股份抵押投进去了？按照合同，如果我还不上钱，这些股份马上就要被法院强制拍卖。苏氏集团的股份，这是苏家的根。不知道这些股份一旦流出去，就会让苏氏集团陷入另一个万劫不复的绝境吗？亲家，你先别着急，现在苏氏集团手里有飞跃集团注入的100亿资金，就算那些股份真的被拍卖，到时候我们再买回来就是了。你说的对，亲家，还好有飞跃集团的这100亿，不然这次真的要眼睁睁看着自家的产业落入别人手里了。大伯，你快告诉我们，那些股份会在哪里拍卖？具体是什么时候？就在明天晚上8点，飞跃国际拍卖会所，那是飞跃集团名下最大的一处资产拍卖所。亲家，看来少不了要跑一趟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苏家的股份落到外人手里。对，无论如何，那些股份也不能落到外人手里。爸，飞跃集团为什么会取消和我们的合作？我们天宇地产没得罪飞跃集团吧？我怎么知道？飞跃集团现在全线撤资，转头支持苏氏集团，这完全就是奔着我们天宇地产命去的。那爸，你倒是想个办法呀，总不能真的看着苏氏集团压我们一头吧？那就要看明晚的那场拍卖会，咱们能不能拿到那份大礼了。只要拿到那些股份，咱们还有翻盘的希望。爸，我们真的能拿下那些股份吗？我们手里根本没多少钱啊。咱们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今晚拿不下苏氏集团那些股份，以后我们父子俩只能去天桥要饭。天宇哥，我的全部身家和我家里的钱可全都投进去了，咱们一定能成功的，对吧？可是爸，苏氏集团肯定会不顾一切的把那些股份买回去，我们手里那点钱真的能挣过他们吗？不用担心，我早就给王主事打过招呼了。今晚这场拍卖会，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真的吗，爸？到时候我们拿着股份进入苏氏集团董事会，再慢慢把苏氏集团搞垮，整个江城的地产界就还是我们赵家的天下。
陈凡，你爸妈去哪儿了？我爸妈说他们临时有点急事，一大早就不见了。不过没关系，有我在就行了。陈凡哥，你怎么把这张卡也带来了？以防万一呗。加上飞跃集团注资的那100亿，今天晚上无论赵家那边出多少钱，我们都能把苏家的股份买回来。哟呵，这不是那个乞丐小子吗？这种上流社会的场合也是你能进来的？保安呢？怎么什么阿猫老狗都放进来了？你和你儿子这种人渣都能进来，我为什么不能？你说谁是人渣？你不就是走了狗屎运巴结上苏家了吗？有什么好嚣张的？就是，不就是吃上软饭了吗？靠着女人有什么可得意的？我要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没错，我就是吃软饭，看到了吗？这张卡里有20亿，就是清雪给我的。怎么样？羡慕吧？嫉妒吧？气不气？20亿？怎么可能？苏清雪怎么可能给他20亿？绝对不可能！苏家怎么可能给一个穷小子这么多钱？我愿意给陈凡哥花多少钱，关你什么事？别说20亿，就算是200亿，我也愿意。小子，你别得意的太早，现在笑没用，一会儿拍卖结束，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是吗？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耍出什么花样。苏建国，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苏氏集团资金链早就断裂了？你们现在就是空壳子一个，还能撑多久？那你想说什么？飞跃集团随便施舍你们一点资源，你们就能万事大吉。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苏氏集团的股份，我赵天龙要定了。他怎么来了？爸爸，刚才赵天龙偷偷跟你说了什么啊？这家伙还蒙在鼓里呢，根本不知道飞跃集团已经给我们注资的事情，还在拿公司之前资金链断裂的事情威胁我。看来这2个人早就暗中勾结在一起了。今晚这场拍卖会，他们怕是早就准备好了耍手段。王主事，刚才那个陈凡小子居然说苏清雪给了他20亿，您说这可能吗？苏氏集团现在怎么可能还有20亿？他们的资金链早就断裂了。就算有飞跃集团的合作又怎么样？他们故意在虚张声势，想吓退你。我就说嘛，刚才看陈凡拿着那张破卡晃来晃去的，我还真以为他有多少钱呢，原来都是装的。就是，一会儿等拍卖会开始，看他拿不出钱来，脸往哪儿搁？王主事，那我之前给您准备的那笔钱，您收到了吧？放心吧，今天这场拍卖会我都给你安排妥当了。苏氏集团那些股份肯定是你们天宇地产的。多谢王主事，您放心，事成之后我还有重谢。各位来宾，今天我们要拍卖的第一件拍品是苏建功先生持有的苏氏集团股份。本次拍卖我们将采用匿名拍卖的方式进行。匿名拍卖，就是所有竞拍者将自己的出价写在密封的信封里，统一交给拍卖师，最后由拍卖师当众拆封，出价最高的人获得拍品。那万一天宇地产和王主事勾结，偷偷改了我们的出价怎么办？这样一来，我们就算出再多的钱，也拿不到股份吧？可惜呀，
有时候出价高也不一定有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不是靠钱就能拿到的。建国啊，我也是没有办法。为了海都市的商业生态稳定，天宇地产不能倒下。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心。我看是黑心吧，你们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勾结在一起，暗箱操作下黑手。各位来宾，现在我宣布，苏氏集团的股份拍卖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不可能！难道天宇地产和王主是真的暗箱操作，修改了我们的出价？匿名拍卖出价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还有王主事知。现在宣布我们中标，那就是我们中标。小雨说的没错，王主事，您觉得呢？没错，本次拍卖全程公证、公开透明，结果真实有效。苏氏集团拍卖的这部分股份归天宇地产所有。这不可能！我们明明出价50亿，怎么可能是天宇地产得到了股份？你们出价50亿，谁能证明？我能证明。爸妈，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不是说有急事不来吗？我们要是再不来，有些龌龊的家伙就要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了。亲家，这2个人狼狈为奸，暗箱操作拍卖会，我们明明出价更高，结果却是天宇地产中标，这里面绝对有天大的黑幕。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这拍卖所背后可是飞跃集团。你们的意思是，飞跃集团也参与了这场所谓的黑幕？就是，没有证据就别在这里血口喷人，小心我告你们诽谤。我看你们就是输不起，故意在这里闹事。保安呢？快把这些闹事的人赶出去！谁说我没有证据？这飞跃集团，包括这个拍卖所，就是我们陈家的产业。你是陈董？上次在飞跃集团总部，我见过张助理，就是飞跃集团那位神秘的董事长。王主事，你还算有点眼力见，终于认出来我的身份了。什么董事长？王主事，你搞错了吧？他不就是陈凡那个穷鬼父亲吗？对啊，王主事，他们就是一对农村来的穷鬼，跟飞跃集团能有什么关系？你们2个蠢货，我快要被你们害死了，还不快跪下给陈董道歉！跪下？他真的是飞跃集团的董事长？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们父子2人，飞跃集团已经完成了对天宇地产的全面收购。从现在起，天宇地产所有资产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不可能，这不可能！天宇地产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怎么会被收购？董事长，夫人，把东西给他们看看吧。这是王主事与赵天龙勾结暗箱操作的全部证据，我们已经将其交给了执法机关，有什么话跟执法人员说去吧。陈董，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眼看人低，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好不好？陈董，我一时糊涂，求您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陈少，我错了，我以前不该那么嚣张，不该跟你抢女人，求你饶了我吧。陈凡，我知道错了，我当初不该嫌弃你穷，不该跟你分手。
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我家的钱都投进了天宇地产，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要是早知道你是飞跃集团的少爷，我肯定不会那么对你的。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滚开！你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把他们都拖出去，交给执法人员。是。我知道错了，陈董，我真的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陈董。爸，你居然真的是飞跃集团的董事长？那之前什么保安、什么农民，都是你们装出来的？对不起，儿子，爸妈不是有意瞒着你的。儿子，你做得很好，我和你妈已经决定，从明天开始，飞跃集团逐步交给你打理。我们老两口也该退休颐养天年了。什么？你们要把飞跃集团交给我？我能行吗？那可是飞跃集团啊，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顶级财团，我连一家小公司都没管过。为什么不行？你可是我陈天雄的儿子。就是，再说了，儿子你还有我们呢，我和你爸会在旁边帮你看着，还有亲家和清雪给你保驾护航，怕什么？对不住了，亲家，我们的身份并非是故意瞒着你们，实在是有些不得已的苦衷。是啊，亲家，之前飞跃集团对天宇地产的支持是集团投资部的决定，我们当时完全不知情。哎呀，亲家，说这些干什么？你们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我亲家是世界首富，高兴还来不及呢。之前的事情不用再提。那叔叔阿姨，之前飞跃集团突然给苏氏集团注资100亿，是不是也是你们的手笔啊？对啊，还有之前那2套价值上亿的别墅，还有我手里这张20亿的黑卡，这些也都是爸妈你们故意送给我的，对不对？没错，这些啊，就当是我们提前送给儿子和青霞以后结婚的礼物了。而且啊，我们另外又给你们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等你们结婚送给你们，保证你们喜欢。